我们来讲一下 Deep Generative 的 model。OK， 那 GA 的一个重点就在于是它呢是要掌握到我们给定的这个资料里面潜在的一个特征的一个分布。好，那为什么要知道最底层的这个资料分布的状态呢？因为唯有当你知道这个底层资料分布状态，你才能够去生成一个资料出来，它就像原本的资料一样，否则你产生出来会是一个很突兀的东西，大家一看就知道说啊，这根本就是乱弄的。听得懂我讲的意思吗？可以哈。那这边就像比方说我知道，比方说我给你一些图像去学，那你可以知道说，比方说你学会了大象的特征，那这大象的特征可能有长鼻子啊的特征，或者是它有一个，比方说有些大象还有一些什么，它有个这个什么一个大的牙齿在嘴巴旁边嘛，对不对？好，那这些就是你要能够掌握到说，这个我给你这些图片里面什么是大象的重要的特征？为什么？因为我将来要叫你生成一只大象出来，你不要给我生成一只兔子，这样听懂意思吗？所以你要必须知道大象到底是长什么样的，好的特征要学到，以后你才有能力去生成大象，这样听得懂吗？好，那这种生成的概念跟之前各位学的这种，比方说深度学常常在做的事，就 discriminative 的 AI 会有点不太一样。Generative 跟这个 discriminative AI 有点不一样在哪边呢？ discriminative AI 是只要了解什么？你看了 X， 你猜 Y， 听懂意思吗？你看了 X， 你能够猜 Y 是什么东西，哦，但是你不用知道怎么生成这个 X， 听懂吗？我们现在看到就像这个生成 AI 的概念是这样嘛，对不对？我给你一堆样本点 ，OK， 有一个样本点，那你去找出它的特征嘛，找到它的特征出来，对吧？有一些值在这边，那我们的生成在，比方说你就分，比方说蓝的跟黄的，你能够分得出来这个东西，对，你不是建立一个模型嘛，它能够区别这两个。那所以概念上是什么？我给你 X 嘛，对不对？我给你一个 X， 就给你一个资料点哦，我给你一个资料点，你能够猜出来它 Y 等于什么嘛？可能 Y 等于0是蓝色，比方说 Y 等于1是这个 ，Y 等于0是这个，这样可以吗？听懂吗？我给你 X， 你猜 Y 是什么，对吧？之前不是都这种概念吗？对不对？所以你再找一条函数，其实你也可以说它是找一条几率的分布，听懂我意思吗？几率的分布，对不对 ？OK， 然后这个几率的分布会告诉你说，哦，那它可能是1或者可能是0的可能性嘛，基于这个 S， 这样可以吗？好，就是大概这样，对。那 generative AI 的概念是什么？我一样给你一堆资料，但是呢，我的目标叫你猜出 X 的几率分布是什么。我要叫你猜出 X 的几率分布是什么。所以这个可能是，比方说这边可能有一堆 X 在这边，哦，这资料点在这边，哦，那比方说这个好叫做这叫 Y 等于1好，这叫 Y 等于0好了，哦，啊这边我现在给你，我现在手上我给你这些，给你这类的资料，给你这些的 X，比方说是 S1啊、S2啊，就是这些东西，我给你这个，那你能不能把它的分布给画出来？什么叫分布？这就是它的分布，这就是它的分布，这样听得懂我意思吗？那你了解这个分布的时候，你就可以在这边里面呢，知道这个几率分布，你就可以去做里面进行抽样。那你抽样出来的，因为你要它的分布是什么，你所进行的抽样也就会在它的里面。比方说这个就是你抽出来的，那你不会觉得它有违和感？不会，为什么？因为它也在这个 Y 等于1的里面。听懂吗？我给你一堆大象，但是你还是猜出大象出来，而不是猜出一只兔子。听得懂我讲的意思吗？哦，所以你必须知道这个给你这些资料的时候，它的底层的特征你要能够学得到。那你学得到之后，你就可以产生像 X 的东西一样，知道意思哦？可以。好，那我现在举一个例子，假设这个刚才的样本点嘛，就是 S1、S2，这就是你的样本资料啊，这是 S1、S2这些都是你样本资料啊，S3、S 这都是你样本资料。我给你一堆样本，我给你一堆样本，那麻烦你把它的几率分布学出来。假设这个地方是底层这个蓝色框起来的地方，这是它原始资料的一个分布，资料的分布长成这样子。那我要训练一个模型啊，去猜这个蓝色的这个分布嘛，我要去猜这个蓝色的分布。假设我现在这个模型啊，我猜出来这个长成这个样子啊，虽然猜的不是很像啊，但是可能就有点接近，但还不是最好的。好，那我们现在看看说这个底层是 P data 啊，底层是 P data 啊，DDP 就是真实资料的分布，P data 真实资料分布 ，P model 是我们模型训练出来的，好，模型训练出来的。那我们来看哦，像这个
黄色这一个可能就是我们模型猜测不到的。为什么模型没办法生成它？因为我们模型的几率分布是长这样子的，所以它基本上不可能抽样出来在这个点，不可能抽出黄色这个点。这样听懂我意思吗？好，所以模型之后学一学，能够把这边给含进去，它才可能会生成这个东西。这样听得懂我讲的意思吗？可以哈。好，那这个东西像什么？就比方说模型没有学到这边的东西，它可能不知道说哦，假设这是那个是什么？这个长毛的象哈，就是毛比较长的那种的大象，模型没有学到这边，所以模型永远都不可能产生长毛象。这样听懂吗？因为这边的特征他没学到，所以他认为 x 的几率分布只有这样的，所以他一辈子都不可能产生长毛象。这样听懂吗？那绿色这个东西也是合理的嘛哈，因为它刚好是我们模型真实资料也在里面，然后我们模型 predict 出来也可能在里面，所以这个看起来就是没有问题的。OK， 所以也产生出来的时候也不会有违和感。那这个就会有违和感了，紫色就会有违和感。为什么？因为真实资料的分布不包含这个东西，可是模型有没有能力产生它？有啊，模型抽样可以产生它嘛，对不对？它就会看起来就会怪怪的，这样听懂我意思吗？所以它可能产生一个我们看起来觉得说这个好像不是大象呢，哦，很像大象，但看起来就怪怪的，听得懂我讲的意思吗？知道我的概念？好，所以这个是底层的几率分布是这一个，底层的几率是这一个。那生成式 AI 的概念就是在训练什么？这个 P model 就是我把它写成 P theta 哈，既然这样的，就是我们在想办法让这个模型训出来的一种分布，好，几率分布会等于这一个，听得懂我意思吗？想办法让这一个东西等于这一个了哈，等的是原始资料的分布，这样听懂吗？而这个 theta 就代表是一个参数的意思了，哈，就是一个参数，哦，尤其是模型的参数，哦，这样听懂我意思吗？我们想办法让这两个是近似的，这样 OK 吗？可以哈。那这个违和感的概念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讲了，比方说举一个更简单的生活，比方说好了，如果有一个这个分布里面可能是某一个，比方说有个放牛班的同学哈，这放牛班啊，放牛班的同学是不是有个成绩的分布，对不对啊？那成绩可能一般，感觉起来就是成绩应该相对比较低分嘛。好啊，如果今天呢，你呢去有一张考卷，你把它生出来，就这张考试卷呢是98分这样子，哦啊，我们看着就有违和感，你知道，因为这个班级的分布都是，比方说都是50分、60分这样而已。那突然有一张98分的东西，你就觉得这怪怪的，听得懂我讲的意思吗？但如果你生成一张出的考卷是55分，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你一点都不会觉得奇怪，因为那个就是在它分布里面本来就可能会存在的东西嘛。这样听得懂我讲的意思吗？可以哈，这就是它一个生成的概念。所以你要生成的东西，让人家觉得说好像很像，哦，在它里面的东西不会有违和感，就这种概念，听得懂吗？好，那我们的好，这个 OK。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整个生成式 AI 的整个训练的模型的架构，基本上大概都是这个概念的哈。我们会有一个这个训练资料，哦，训练资料一样啊，比方说一堆马的照片都给他，一堆马的照片给他，然后这是观察值嘛，对不对 ？S 我刚才讲那什么 S1 啊、S2 那种东西都是观察值，哦，你都喂给他，哦，都喂给他，这 S1、S2 这个都喂给他，然后就是训练。那训练呢，经过这个模型呢，它会学到这个关于马的这些底层的一些特征，它会把它学起来，哦。啊，怎么训练再说了哈，反正这是概念上哦，有一个很厉害的模型，它能够知道说，我学到这些底层的这些训练资料里面的一个分布，好，那接下来我就可以进行什么抽样，这个抽样里面呢，他们都会有个什么 random noise 丢给他，然后呢，就等于是说，假设这边有个几率分布在这边啊，几率分布在，当然这可能训练出来的嘛，那我在里面进行抽样，抽样出来之后呢，我就可以生成了一个马的概念，就等于是我了解到底层的东西嘛，那我去抽样出来，我就可以怎样透过一个神经网络怎么，我帮你生成一只马出来，这样听懂我意思吗？那如果你这个分布是很接近原始资料的分布，当然你这抽样出来的东西马应该会看起来很像马嘛，这样听得懂我意思吗？那如果你训练资料里面呢，这个里面就说假设有斑马好了，假设有斑马，好，斑马哈，就是黑白条纹那一种斑马。那我们生成式 AI 的这个模型里面，如果没有把斑马这样的特征写进去学到的话，有没有？那我们在抽样的时候就永远不可能生出斑马。听得懂我讲的意思吗？啊，如果草泥马你没有学起来，那基本上我也没有能力生成草泥马。
这样听懂意思吗？啊，如果模型资料本来就没有草泥马，那我们没有生成草泥马，那也是合理。这样听得懂我讲的意思吗？那为什么会有一个 random noise 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我们可以产生随机，假设这分布在这边的，那我们里面是不是有一堆本来就有的样本点，本来就有这样本点在这边，好，那我今天呢，样本点在这边，对不对？啊，真实资料的分布假设是这样的，真实资料分布是这样的，好，真实资料，假设我模型猜的不错，它大概就是这样嘛，哦，红色是我们猜的啊，这是真实资料的分布长这样，那基本上如果样本点有这么多啊，我红色是我猜出来的，对不对？猜出来它的几率分布，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在里面随便抽样，抽出来一个，虽然可能样本点没有真的这个码，但是呢，我们猜起来你也不会有违和感，因为都在里面。这样听得懂我讲的意思吗？都在里面。这是我们的目标，各位，我们的目标是在这件事情哦，听懂吗？不是去做，我们期待可以学到底层的特征，而我可以产生各式各样的码。这样听懂？即使原始资料没有这个码，没有这张图，没有这一张码的照片，但我依然能够生成它。这样听懂吗？而且生出来的时候不会有违和感，听得懂哈？我们不要一模一样的东西哦，听懂意思吗？如果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这边有一个码啊，你这产生的每一个图都是原本的样子，都是就是你产生的每一个都是跟原本的一模一样，都原本是一模一样的，那这我们不要，因为这有什么好训练模型的？你不就是如果一模一样，你不就是把全 data 就是资料夹复制贴上，不就是一份的吗？这样听懂了吗？我们要它有生成能力，听懂了吗？要有生成，要生出跟原本很像的东西，但又不全然都一样，这才是它的本事嘛。这样听懂吗？所以我可以生成人脸，不是也是相同的概念吗？我可以生成很多这种脸出来，但是全世界又找不到，全世界可能也没有这个人嘛，哈，我们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人，因为你根本无从查证。但是你觉得，搞不好你会相信有这个人存在嘛？但可能是假的嘛，对不对？听到可能是这是个假的，但你也分辨不出来嘛，知道我的意思吗？好，那这边再画一个图，把刚才那个讲给你看啊，这个是我们一般 discriminative 的 AI 是不是都会有个 train 跟 inference 动作？你在训练的时候是什么？你是把 si、yi 丢给它嘛，然后 n 最好越多越好，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模型呢就会去学到什么？去掌握到说怎么去猜测 y 的能力嘛，对不对？这个掌握到 y 呢，可能是 y 等于什么 ？y 等于1还是 y 等于0还是 y 等于2的能力嘛？各位是不是这样子？这个你把这个模型给学起来了，以后我丢新的资料没看过的丢进来。它不是就是做推论吗？然后这边是不是输出 y 可能是什么？这样听得懂吗？这就是一直在做的事情嘛，对不对？然后呢 ，generative AI 刚才是讲 train 加 sampling 嘛，对不对？然后得到一个 generative AI，然后呢，这个什么 sampling 就是我给一个 random noise 给它，哦，给它一个 z， 哦，这个东西讲是一个像杂讯一样丢给它，然后经过这个你预测出来的这样模型的一个分布，哦，那它可以猜出来这一个，哦。但这边可以顺便看一下这个地方的 x 是这个哦，是等于是你在训练自己像自己哦，你在训练一个函数产生自己，这听懂吗 ？discriminant AI 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找一个函数嘛，去找一个东西 x 我们 mapping 到 y 吧，对吧？不是这样吗？现在这个像写这样是什么意思？你是产生一个 f 对不对 ？x mapping 到 x 对不对？对不对？你只换这边而已嘛，所以你再找一个函数 mapping x 到 x。也就是你在学自己，你知道吗？你在学自己，你在学着怎么生成自己，你学着怎么生成自己，因为只有你能够越了解自己是什么的，你学起来的，你之后才有，就是等于是学到底层的分布嘛。这个东西如果有本事学起来的时候，代表你可以完全知道怎么样的 x 可以生成这个 x 嘛，代表你完全掌握这个东西的分布了。之后你随便丢一个 noise 给他，你就有能力生成 x。听得懂我讲的意思吗？所以我们学的是什么？在学怎么样丢进 x 可以很像自己，可以吗？所以给你看这样子，所以这整个训练的逻辑是这样子的。哦，这是一个常看到的生成式 AI 的模型的架构了哈，模型架构它大概是这样子，就是你有个 x， 你有 x 在这边，然后呢丢进去，哦，我们先不管这里面是什么东西，然后呢你可以有本事生成这个输出是这个，所以呢我们期待什么？你在训练的时候，你的 input 跟 output 要一样嘛，对不对？刚才不是说 x 训练从 f 训练到 x 嘛，对吧？刚才不是这样吗？这样吗？所以我期待这一个东西跟这两个是很像的 ，OK， 这两个是很像的。那当然又是怎么训练？是不是要 loss 最小？loss 最小是不是这两个相减的平方？也是我说也是一种也是一种算法嘛，对不对？
听得懂我讲？就是两个距离是最小的嘛，这样听得懂我讲的意思吗？可以哈。所以这个东西是什么？你看哦，如果我今天 X 是一张照片，比方说这个是手写数字的4这样子啊，它这个东西产生出来，哦，这个看起来这4跟4很像，对不对？所以它们的距离就很近。也就是说，我给你一个 S， 你既然透过这个网络的做法，你既然给我生成这个4，哦，代表你很厉害，你可以学得很像。坦白说，就是还原出原本的自己嘛，对。我给你 S， 经过这样的网络这样叭这样跑过去，你能够还原自己，那你的本事还不错，所以 loss 很小。那我如果给你一个7呢，它还原长成这样的，是不是有点不太像？因为多了这边嘛，有点不太像哦，有点不太像。但是呢，还是看出来是7的样子，所以这个 loss 会有点不一样，因为这两张图确实有点不一样。这样听懂啊？如果是给你6，S 给你6啊，结果你生出来长这个东西，哎，这个已经有点补啊，已经看不出来什么东西了，对不对？已经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了。但就是说它 loss 怎样，就会很远。这样听懂没有？这就是我刚才讲这个的 S 跟你生出来这个 S， 我希望两个很近。这样听懂意思吗？那这两个要衡量它的 loss， 其实就是比方说两个相减的平方的概念，就这样，这就是它的距离嘛。这样听懂意思吗？就是这个概念，这样 OK 吗？好，可以哈。那我们再来看这个他们在训练这网络的时候的概念到底是什么？这边里面呢，它是这样子做的，我有一个 S 给你，你经过一个 encoder。这 encoder 会帮你把这原始的这个东西，可能 S 可能是一张图片，哦，也可以是一个影音哦，不管哦。在这句我帮你编码成一个 Z， 这个 Z 呢，我们称作是它的一个 latent space， 哦，或者是一个 vector 哦 ，latent 的一个 vector， 就代表说它是它的一个什么特征，潜在的一个特征在那边，把一个大东西压小，从大的变到小的，好，也许图档本来很大。你只用了几个资料哦，就几个栏位就来表示这原始的图档，听懂了吗？大东西变到小东西去，这地是小小的 ，OK， 所以等有点类似什么？它是原本的 Z 是原本这东西的压缩，你把 encoder 当做一种编码或者是压缩，它把它压缩成这样子，然后之后再经过一个 decoder 怎样 ？decoder 是什么？由小变到大，有没有？由小变到大，它等于是把东西给还原了。有没有把你的还原成原本的 X plan 这样子，这样可以吗？所以它整个有点这样挤压缩嘛，哈，比方这个东西压缩下来了，然后呢，竟然这个 decoder 呢，竟然还跟我还原成原本的样子，就这样挤压缩原本的样子，这样听懂我讲的意思吗？好，那如果这样子，你看到，如果这个编码器能够它把 S 变成 Z 了之后，我们的这个解码器 decoder 竟然能够把 Z 还原成原本的 S 样子，而且还栩栩如生的话，那代表什么意思？这个东西 encoder 跟 decoder 其实坦白讲都很有能力，听懂我意思吗？这个两个东西，他们角色两个都一样重要哦。因为如果 encoder 没有办法把原始资料编成一个很好的特征的时候，哦，你的特征可能就是像杂讯一样吧，就管它，反正就编成这样嘛。哦，这个这里面存在的是一些潜在的一些特征的资讯。如果他没有办法把这个萃取出来一个很精华的一个潜在的这些特征的资讯的话 ，decoder 是没有能力还原成原本的样子的。这样听吗？如果他能够还原的样子，那 decoder 本身一定有他的能力嘛，对不对？那 encoder 也是居功厥伟啊，哦，因为他能够代表他能够具有一定的能力，把 X 转换成一种潜在的特征空间。这样听得懂我讲的意思吗？这样听懂我意思吗？好，可以哈。所以 Z 可以说是 X 的压缩的版本，但这个是精华液的概念，听懂吗？这是精华液的概念，精华中的精华，哦，然后 decoder 再拿着这个精华去还原成原本的样子，这样听懂为什么？可以哈。好，那这个 Z 是看起来就像这边可能有一堆数字在这边，所以你看这边刚才讲这个 Z， 其实就有点在是这个就是这个的 Z， 这样干嘛？这是这个 Z， 有没有？他是把 Z 丢进去的时候没有？它就可以怎么样？把 Z 丢进去的时候就可以生成 X， 有没有？听得懂我讲的意思吗？我把 Z 丢进来，它就可以生成 X 了。这样听懂吗？举一个例子给各位看。好，我这边再先这边说明了哈，这边就其实我刚才已经嘴巴讲完了。好，基本上他们是一个配合的关系。好，配合的关系就是有 encoder 跟 decoder 这两种角色嘛。
那如果呢，这边呢，我们刚才讲最好的情况是讲，你要很强的 encoder， 也有强的 decoder， 这样你就可以得到完整的 latent space 的整个分布。所以 decoder 能够产生栩栩如生的 x， 产生栩栩如生，而且可以产生出所有可能的 x 都可以被产生出来。这样听得懂我意思吗？那如果说今天只有很强的 encoder， 很强我先举例来说好了。假设是这样的，你的 encoder 是弱的，但 decoder 很强，那么它 decoder 是能够把还原成栩栩如生的样子，可是它只能够产生特定的 x 的栩栩如生，听懂我意思吗？因为 encoder 可能没有学到原始资料的一些，就是没有捕捉到原始很多资料的一些特征嘛，所以它可能某些类别它是无法产生出来的。这样听得懂我讲的意思吗？也就是没有捕捉到全部了，听得懂我意思吗？encoder 是弱的嘛，它没有捕捉到 latent space 的整个的分布，听懂吗？所以再强的 decoder 它是没有办法重建所有的只有部分的 x 是能够重建。这样听得懂我讲的意思吗？好，那如果今天呢，你的 encoder 很强，但是你的 decoder 是弱的，会发生什么样 ？encoder 有能力掌握到底层的所有的分布，它有完整的 latent space 的分布，但是因为 decoder 太弱，它能够产生很多样的没有问题，但是每一个都好像没有办法还原成很像原本的样子，听得懂意思吗？如果以手写数字来看的话，就是说它 latent space 里面可能就是0、1、2、3到9嘛，它都能够什么掌握到说我们的数字里面有0到9这样子encoder 很厉害，把0到9这些底层的东西都掌握住了。但是呢，因为 decoder 太弱，它的0啊也写的不是很好看，1啊生成的也不是很好看，这样听懂我意思吗？都不太像1这样子，产生的8也不太像8这样子，这样听懂我讲的意思吗？可以如果是 encoder 很烂 ，decoder 也很烂，那不用讲嘛，这个烂东西而已嘛，对不对？你说底层资料特征你也什么都没办法掌握到，那 decoder 呢还原的能力也很差，所以基本上就是一堆烂东西这样子，听得懂可以吗？好，那我举一个例子比方说他们怎么训练的这样的，我这边里面呢有一堆瓶瓶罐罐的东西，瓶瓶罐罐的，那这边有不同的可能这个圆底部的面积的圆不一样，然后高度也不一样我现在总共有12个，在这边这个我们的目标是要让 encoder 能够学到底层的这个什么的 latent space 的分布嘛，就是说能够学到一些高阶特征，听懂我意思吗？比方说学完了之后，他可以学到这样的东西，他可以学到说你这些所谓的瓶瓶罐罐的东西，其实呢根本呢就掌握在2个参数而已，就比方说半径跟高度，我觉得你就在掌握这2个东西就可以了。就是我希望他能够掌握到 encoder 能够从这些里面找出这个特征出来，听得懂我讲意思吗？你这可能很多图片对不对？很多图片，但是我发现其实你这些图片其实就掌握在这个，如果我能够掌握这个资讯，我就知道我只要给半径，我就能够生出，不就决定圆的这个底部的圆有多大，不是吗？我再掌握一个高度，我就知道这筒子要弄多高嘛。这样听懂意思吗？这就是高阶的特征。所以如果我 encoder 够强的话，我可以把这个东西编成这样子，编成2个栏位而已。听懂吗？我可以把它编成2个栏位，就是 radius 跟 height 这样，这个 z 就是两个栏位而已嘛，就2个数字而已。然后呢，我 decoder 呢，只要依据这2个数字，它就能够解码还原生成一个罐子，听得懂我讲的意思吗？那 decoder 如果学的很好的能力的话，很好能力，我们这边各位这个都是神经网络在里面的，这都是神经网络在里面的这个我们讲看到这个 encoder decoder 都是指的是有 W 在里面的意思听懂吗？这些都是 W 在里面的反正这边是个网络就对了，这样 OK 吗？它能够把自己丢进去，经过这样网络跑法，它就能够生成这个罐子出来。如果它能够这样的话，那各位你看我这边是不是以后只要随便改个数字，这边只要随便改个数字，它是不是也可以生成一个东西出来？只要给半径不一样，底部圆面积的不一样，高度不一样，是不是可以生出各种筒子出来？这样听得懂我讲的意思吗？只要我能够掌握到底层的特征不就好了，不是吗？
这边不是随便，这不是2个数字而已，不是吗？随便改就随便生成，不是吗？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好，所以这边是看，假设我的 letter 总共这么多，我现在给你看哦，你现在看到有画上东西的，就代表是真实资料有的东西。真实资料我们不是有12个瓶瓶罐罐的吗？就这12个。但是事实上，我只要透过改这2个参数，我是不是就决定了各种可能了？这样听得懂我讲的意思吗？所以我只要改一个参数，我是不是可以生成这个？这就是这个，听懂了吗？我只要改一个参数就可以生成这个。可是生成出来，你会不会觉得有违和感？也不会嘛，因为反正不就是瓶瓶罐罐吗？这样听懂我意思吗？所以你要能够掌握 latent space 的分布，就是最底层的分布，你能够掌握到它的高阶特征，你掌握住了，你就能够生成各式各样的瓶瓶罐罐。听得懂我意思吗？我刚才不讲那个大象不是吗？你如果能够掌握大象，体积一定要这么大 ，OK。然后呢，再来是它会有个鼻子很长的特性哦。那有些是长毛象哦，所以长毛象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特征？然后有那种牙的有没有？有象牙的那一种，那好，那它也可能是一个特征。如果你都能够知道说，哇，原来一生成一个大象呢，生成一个大象需要哪些特征？哦，需要哪些特征？哦，这些都是不同的特征，就是不同的参数嘛。这就是所谓的 Z， 听懂吗？刚才讲这是 Z， 这些不同的特征在这边，这样子。那我们再透过一个 decoder， 它就能够怎么样生成大象了？听得懂意思吗？这个东西就是一个 latent 的 space，OK， 你需要这个参数，这个参数，这个参数就能够透过解码这个什么，就是解码器，它就能够生成一只大象。这样这边大象这样，但是我不会画 ，OK， 这样 OK 吗？就这样丢过去，知道我讲什么吗？可以哦，所以这个网络是训练出来的，这个网络是训练出来的。encoder 也是一个网络，听懂吗 ？encoder 也是一个网络，听懂吗 ？encoder 也是一个网络，哦，它把它变成这个 z， 哦，所以如果 encoder 能够掌握到大象的底层特征，那我们就可以生成很多种不同的大象。OK， 可以啊。那我刚才说这个是 W， 就是这边 encoder 这边是一个神经网络，这边也是一个神经网络。哦，就是做编码器的事情这样子，编码器的事情，啊，这边叫解码器的事情，这样 OK 吗？那这个神经网络，表示图片，这个 encoder 在组成的神经网络可能会包含 CN 这些，就是 convolution 这些动作，这样 OK 吗？哦，这边会根据你的 S 不一样，我们这边的网络结构设计可能会不一样，这样 OK？ 好，就这边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神经网络的那种架构可能会不一样，反正就是堆了啊，但是我们没有在讲它怎么堆这样的，反正它只要符合这个 encoder 的精神就好，就是你不管你怎么设计网络，你就是能够把这个 x 呢转换成一个像这样的东西，把这 x 抓起来转换成一个 z， 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听好，不管你这网络怎么兜，你能够捕捉到原始 x 的资讯，这样就可以了。底层的资讯你能够捕捉到，这样就可以了。就是这是一个重点，这样这叫做编码器，这样听懂吗？解码器也是一个网络，好，解码器也是一个网络这样子。然后它也是这样兜这样子，啊，能够重点是解码器的东西怎么都不管，但重点是你能够有那个本事把什么还原成原本的 S prime 这样子 ，OK 吗？这就是生成 CI 的一个概念，就在做这个，哦，很重要，就在学习这件事情啊，就是你要知道底层的分布，啊，你不知道底层的分布是什么，因为它是这种特定很神奇的分布嘛，所以我们就不管它，就是要想办法透过这些资料，因为这个分布是取决于那些 S1。S2 来的 ，OK， 它可能存在一个底层分布，但是你怎么学它？你怎么学它？各位，这怎么学的？你这边是不是有很多资料点？这边有很多资料点在这边嘛，比方这是一个，这边是一个，这边是一个，这是很多个啊，你怎么办？这些都存在这个里面哦，你只能够干嘛呢？你只能够去里面这边抽出来，这边抽出来，这边抽出来，这样子，哦，抽了几个出来，这就是你的 S1，你的观察值啊。这样听啊，这边可能假设抽了 N 个好了，N 个这样子啊，那你的这个网络怎么来的？你怎么就去学它？你懂吗？你就去学啊，它怎么透过这些观察值，你怎么生成一个几率分布出来？啊，怎么找到结论？就是这两个东西很接近，听懂吗？你这给它就是训练，就是丢给它就对了。你拿这些 S1 都是来自于真实的资料分布来的东西，然后你去训练一个网络出来，你能够猜出它原本的分布的样子，这样听懂意思吗？好，你能够猜出它原本资料的样子，可以，
知道我意思吗？你能够猜它原本的样子，好，猜的越像，你就能够画出生成它的东西出来，这样 OK 吗？好，这就是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好，那刚才讲 decoder 这个地方，生成 PC 的原始资料分布这样子 ，OK， 就这样丢进去嘛，好，给个 Z， 那这个卷就是生成的部分，它可以生成这个出来。好，这个分布这样的啊，真正的资料分布长这样，真正资料分布长这样啊，你有本事生成跟它很像这样子，这样 OK 吗？这样可以哈。那如果你有一段没有学到，假设这一段你没有学到这样，你只有你假设你学的地方哦，只有学的功夫只学了一半，假设学这样子，那代表是这边是没有的嘛？这边假设这边是没有的，这边不存在，那代表是你就没有能力生成这边的东西，这样听懂我意思吗？那如果整个网络都是被训练完的，整个生成 AI 都做全部的这整个模型，然后从 decoder 到 encoder 都已经被训练完成了。那接下来你要怎么去生成？事实上你就什么，你就只要喂给自己就好，对不对？你只要喂给自己就可以了，这样可以吗？听得懂吗？也就是说，你知道自己的样子嘛，你就在这里面随便填一个数值上去，这边就是你随便填，你随便填数字上去，这随便填一填，它就怎样？透过这个 generative model 的生成器的部分，它就能够帮你怎样生成一个东西出来了，对不对？有一种叫做 conditional 的一个 conditional 的生成，条件式的生成，因为你这样自己 random 的给它，它就随便 random 生成嘛，对不对？但是你没有办法控制它，对不对？比方说这手写变成数字啊，它帮你猜，它可以生成1啊、2啊、3啊、8啊这类东西。可是如果这边都没有办法控制，你就没有办法控制它最后生成什么样子嘛。所以这边可能会有什么 conditional 的生成，就是再多一个条件给它，你就可以去控制、去影响它最后面你期待它生成的样子。比方说你丢了 label 给它，比方说 y 等于0，哦，生成0的东西 y 等于1，听懂我意思吗？这个本事已经学完了嘛，本事都学完，他知道怎么生成的。但是如果自己丢进全部都是 random 的 noise， 那它不就生成？你没有办法控制它到底产生0、1、2、3、4、5、6、7、8、9，其中哪一个你完全无法 control 嘛？你就可以给它一个什么参数给它，多额外的参数给它，让除了 z 以外，你可以多参数给它，让它去控制它的输出。听得懂意思吗？这就是一个方法，控制你希望它生成的样貌，这样 OK 吗？好啊，我们现在各位在使用的就是什么？你概念上是这样，只是你给的什么？你是 prompt， 听得懂我讲的意思吗？你现在不是用 AI， 我们现在 AI 不是可以生成图片吗？其实这东西它早就训练完了嘛。那问题是你想生什么样的？是不是它都给个提示值？我希望生成一个18岁少女的图片，不是给这文字不是吗？听懂吗？他把这些文字转成一个向量，听懂吗？转成一个向量给他，然后共同去怎么影响它？听得懂我讲的意思吗？除了原本的 z 这个 random 这个概念以外，它是不是有其他的东西丢进去，去影响它，去引导它想要生成的内容？听得懂我讲的意思吗？不然它生出一个少女就好，它怎么会生出一个18岁的少女？听得懂我意思吗？就是还有这，比方我希望她红头发，有没有？这就是一些企图影响这个 generative model 在生成的一个引导它生成你想要的样子。听懂我意思吗？生成吉普力风的照片，吉普力风就是一个额外的控制参数，这样听懂我意思吗？影响生成你要的东西，好，而不是它每次 always 都是 random 生成，这样 OK， 可以哈。好，这就是 conditional generative model 的概念，这样的。那我刚才举例说，我给它 y， 如果我给它 y 呢，我不是 always 都是 noise， 我给它 y 不就影响它？我希望它生成6，不是吗？这样 OK 吗？可以哈。好，所以这就是有点条件式的哈。刚才条件式，我们刚才说在学的时候呢，你生成哦，你生成的时候不就是假设你学完了，不是这个吗？就这样的几率嘛，对不对？这是你生成出来的几率分布。那我现在的多一个什么条件给你？多一个条件给你，就是比方说我用 y 去影响你，我就是比方说我希望 y 等于6，基于 y 等于6的情况之下，你去 random 一个东西出来，这样听懂吗？也就是你可以产生6就对了，但6很多种写法是 random 的没问题，但你不要跟产生8或者是产生2这样子，听得懂我意思吗？你可以产生 random 的6的写法，没有特定的，但是你给我产生6就对了，这样听懂我意思吗？你可以产生这样6也是6啊，6这都可以啊。哦，是这样的，这样也是6啊，这样听懂吗？你可以产生6，但是不会有2。OK， 可以哈，这就是生成式 AI 的一个概念啊，所以大家应该有对这个东西有一些概念啊，生成式 AI 的做法，可以吗？好。
那好，那我们就先介绍到这边了哈。那刚好这一 part 讲完这样。哎，这边还有一段哦，哦，这边这只是 summary 了哈。生成式是没有 label 的神经网络，对不对？是哦，因为它是什么？为什么没有 label？就是指没有 y 了啊，没有 y。为什么？因为你训练的时候是什么 ？s 给 s 嘛，对不对？也就是你本来填的 y 的部分就填你自己，不是吗？就填你自己，因为你在学你自己嘛，你在认识你自己的过程嘛，对不对？好，那它会有一个我们要学什么？他们刚才的那种基本的架构，不管是什么这个 Stable Diffusion 啊，或是 VA 这种网络，他们大概都会你都会看到这个 Z 这个东西，好，包含居然他们都会有这个 Z，好，都会有这个 Z 的东西，就是把原本的 X 先编成了 Z 这样子，然后再把这个还原成这样子。这样讲，所以就是有编码的过程，好，学到底层的特征，这个 Z 就是底层的特征，然后再还原成原本的 X 这样子，然后最好这 S 跟你生成出来的东西这两个假设叫 X 好了哈 ，OK， 我希望这两个很像，好，这两个很像，这样 OK 吗 ？OK， 可以哈，所以这个要还原成原本很像，要两个人的贡献 ，encoder 要很强 ，decoder 也要强，对不对 ？encoder 掌握底层的资料分布 ，decoder 呢具有还原它的能力，这样听懂意思吗？还原成栩栩如生的样子。哦，那举一个例子，产生人脸就是这样子。我们用一个 encoder 把这些人脸的一些特征，眼睛、嘴巴、鼻子啊这些的都把它丢进去。哦，那人的眼睛也是特征嘛，就变成一个 Z 这样子，把它学起来。那之后呢，我们就是可以假设学起来之后，我只要给个 Z，这边里面每一个栏位都代表是某一种，比方说眼睛的颜色，或者头发的长度等等之类的东西，或者性别等等的，我给它这些不同的 sample 的值，这样听懂吗？然后 decoder 就能够怎样解码出来。这样听懂意思吗？然后生成一个人脸出来，但是这个人脸出来，它会像人脸，只是你不知道我们的训练资料有没有这个人脸，你也无从得知啦。这样听懂吗？假设训练资料有20000个，你真的会一个一个去对哦，请问他跟哪个是哪一张人脸吗？可能也对不出来，但是你也觉得反正它就是人脸就对了。啊，如果能这样，目的达到了，为什么？因为代表我们可以让 AI 具备生成的能力，而不是只有分辨的能力，对吧 ？GPT AI 是要生成能力，而不是只是分辨。听懂吗？那在2022年以后，大家开始对生成 AI 非常非常的重视。学术研究大概是2020年开始，2022年是大家疯狂的在用生成 AI， 原因是因为这个带领了，其实也是因为 ChatGPT 的关系啊。大家它是生成文字嘛，对，生成图片也是生成嘛，都是生成嘛。只是 ChatGPT 起来之后，席卷了大家对于所有的 AI 认识，觉得 AI 怎么原来这么接近我们。听懂吗？好，因为距离不再遥远了。以前 AI 说啊，这是实验室的东西，生成 AI 起来的，应该没有人会这样认为，因为工作上现在用到嘛。你现在生活当中，你一天用 ChatGPT 用几次，搞不好超多次的，对吧？所以我说这就是学习的方式改变，好，然后对 AI 的影响其实无远佛界的，而且是非常非常的全面。好，大概就是这一个生成 AI 的主题介绍到这边了啊，那就先这样 ，OK。